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真正的人生：人生的后半段，按自己意愿活》这本书，想和大家一起深入探讨人生这一主题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60岁以后还在做某些事情的人，晚年的希望将完全丧失；第二，从沉睡的虚假人生中醒来，揭秘找到真正自我的秘诀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60岁以后还在做某些事情的人，晚年的希望将完全丧失。关于第二人生的问题，或许你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听到第二人生这个词，但这个说法本身存在一些问题。它将人生强行分为前半和后半，把后半部分当作某种额外的奖励或无关紧要的附加内容。许多人认为，所谓第二人生就是在退休后过着平静的生活，或者认为人生已经走下坡路，只能谦卑谨慎地度过余生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，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。如果把职业生涯定义为第一人生，那么从20多岁开始工作到退休，大约是40年的时间。在这段时期，确实会因工作而忙碌不已，但之后的第二人生，也就是退休后的近30年时间，同样不容忽视。30年绝不是短暂的时光，它甚至足以见证孩子的成长，与孙辈共享天伦。因此，如何看待这30年的时间，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。作者在书中强调的重点并非如何度过第二人生，而是将这段时间视为真正的人生来活出意义。第二人生不是单纯的延续或消耗，而是人生真正的起点。退休后，你已从工作和家庭的责任中解脱出来，这时将时间花在真正热爱的事情上，享受自我，才是人生后半段的精髓，也是感受到丰盈与幸福的关键。如何规划这一段真正的人生，完全取决于您自己。例如那些在职场上全力以赴的人，现在可以尝试新的兴趣爱好或学习领域，甚至那些曾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的梦想，现在也许可以再次尝试。作者强调，这个时期尤为重要的是尝试、挑战，享受改变的过程，通过毫不犹豫地去实现渴望的事情，您可能会发现自己新的可能性和一面。因此，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这段人生单纯地称为老后或第二人生，相反，应该认真寻找能让您全身心投入的事业或兴趣，让您的每一天都充满意义和满足感。在这本书中，作者希望大家能够摆脱第二人生的框架，而是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人生。在人生的后半段，作者鼓励大家回归真实的自我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去生活。这是本书最核心的主张。与其将人生后半段视为附加赛，不如把它看作真正人生的开端。无论是多么微小的事情，跟随自己的内心去行动是至关重要的。无需害怕失败，也不用迎合他人的期待。从现在起，这段时间应该完全用来成就真正的自己。人生后半段的意义，新冒险的起点。作者指出，我们往往在生活中被迫成为唯我。从小到大，在家庭、学校接受教育后，进入职场和社会，都在不断适应外界的期望，与真正的自我渐行渐远。这种唯我的生活可能带来表面的成功、体面的工作、可观的收入、和谐的家庭，但内心却感到疲惫和不满足。这种状态与精神医学中提到的应该如此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。这种思维模式是由于社会价值观、道德观、教育等因素形成的，它强加给我们一种应该如此的理想，无论是对自己还是他人，都被这种思维模式束缚着。这种唯我的状态，实际上是社会和学校灌输的标准，并非我们真正的内心所向。面对唯我的人生，有些能力强的人或许可以在这种唯我的状态下取得成功，获得社会认可，甚至感到自信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能力下降，自己构建的应该如此的理想形象和现实能力之间的差距，会让人陷入自责和痛苦。作者提醒大家反思，是否过去所认为的本我其实是唯我。
他建议，年长后要勇敢怀疑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，重新找回真正的自我。新的人生观，人生后半段并非消极的消化赛程，而是探索冒险的起点。这段时间，您可以尽情追求那些曾经因为责任或外界期望而放弃的梦想，或者尝试全新的事物。无论是学习新技能、培养新爱好，还是重新定义生活方式，都能帮助您找到内心的满足感。作者认为，重新认识自己，追随内心的指引，并积极迈出第一步，是开启真实人生的关键。您不需要活成别人期望的样子，只需要为自己而活，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真正人生。因此，退休后或者所谓的老年时期，由于退休使得社会身份被迫结束，或者作为父母的角色已经完成，这一时期成为了从责任和义务中解放出来，回归真实自我的绝佳机会。大家内心真实的自我是什么模样呢？是想尽情周游世界？是想为了拍摄铁道照片而四处旅行？还是想在丰富的自然环境中进行正念冥想，引领他人前行？如果不用在意别人的目光和社会的眼光，不再受责任和义务束缚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思考的话，你会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多。过去您可能一直压抑着内心的真实自我，但现在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。然而说到这里，有些人可能会想，我理解您的意思，也觉得您说的有道理，但如果突然让我做真实的自己，或者让我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，我根本不知道从何开始。对于这样的朋友，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从沉睡的虚假人生中醒来，揭秘找到真正自我的秘诀，发现真实自我与人生目标的技巧。首先要介绍的一个方法就是，无论如何都要尝试和实验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自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，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。对于这些人，想大声告诉他们去尝试，去做各种各样的实验，即使是那些可能被社会用异样眼光看待的事情，或者被认为不够体面的事情，只要是你想做的，就无需在意别人的看法。如果做一件事让您感到快乐，或者让您心情愉悦，就请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，抛弃那些关于上下层级的旧有价值观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心意，积极尝试哪怕是一点点感兴趣的事情。当然，也有人会说，我已经决定老年生活要什么都不做，安静悠闲地度过，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。但实际上，什么都不做的生活并不容易实现。作者的一位企业家朋友，为了悠闲地度过晚年，存够了足够的退休资金，开始了一种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。然而，不到1年时间，他就感到厌倦，重新回到了工作中。研究表明，当一个人长时间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时，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会显著增加。没有目标的生活会降低个人的自我效能感和自尊，成为导致心理不稳定的原因。此外，还有研究表明，长期的无所事事可能导致压力的积累，进而影响健康，甚至会恶化睡眠质量，降低幸福感。因此，在老年时期毫无目的安静的度日，并不是一种推荐的生活方式，反而可能带来许多健康风险。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，发现自己喜欢的事物，寻找人生的意义，这才是真正开启真实人生的第一步。要尝试过才知道一件事是否有趣，是否适合自己。如果不尝试，就永远无法得出结论。可以说，这是一种找到真正人生的终极技巧。关键在于轻松的不断尝试，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事物。1年试上100件事并不难。其实，任何小事都可以成为尝试的起点。如果一时想不到要做什么，那就先迈出家门。您可以选择做那些曾因生活压力而放弃的事情，例如喜欢手打荞麦面，可以花小成本开一家小荞麦面馆；如果热衷烘焙，也可以去面包店打工。这些职业收入虽少，却能带来内心的满足。如果年金和存款足够，
根本不需要在意收入，那么选择就更多了。比如，坚持写小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，说不定会奇迹般的热销。即使没有热销，只要自己乐在其中，是否赚钱也无所谓。虽然全职依靠它生活不容易，但在不考虑收入的情况下，您可能会在享受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商机。此外，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，重要的是不要因为金钱问题而放弃。虽然环球旅行或开豪车可能需要巨额费用，但如今社会上有很多无需花费太多金钱也能参与的活动，即便预算有限，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乐趣。通过不断尝试，您可以打开内心深处隐藏的可能性之门。无论选择哪种方式，只要勇敢迈出第一步，就能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。如果预算有限，建议从那些花费较少的活动开始尝试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二个关于找到真实自我、真实人生和真正想做的事的神奇方法，就是不要再将快乐、想做的事情或幸福一再推迟。回顾我们的过去，很多人可能已经忍耐了太多，压抑自己的想法，努力工作，按时上下班，把家庭放在第一位，却忽视了自己的感受。从孩提时代到工作阶段，小时候，我们被要求放弃玩耍，专注学习，因为这样才能考上好大学，进好公司。在学生时代，我们拼命忍住玩乐的冲动，只为听从认真学习的教诲。然而现实却往往残酷，有人刚到60岁就因癌症去世了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事实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每天的死亡概率都在增加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无法避免的现实：健康和体力的确会逐渐衰退。到了70岁以上，第二年死亡的概率将比60岁时会大大增加。即使未致死亡，罹患老年痴呆或需要护理的风险也会显著上升。此外，身体的灵活性逐渐下降，日常的简单活动都会变得吃力。许多人因为觉得浪费钱而推迟旅行等享乐，但几年后可能就失去了足够的体力，甚至因疾病或需要护理而无法出行，最终错失了机会。这并非少数人经历的特殊情况，而是许多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许多曾把旅行和享受推到未来的人，最终因无法实现而后悔。早知道趁身体还健康时多去一些地方，多体验一些事就好了。此外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味觉也会减弱，食欲减少。年轻时可能会非常享受豪华的晚餐或高档餐厅的美食，但随着年纪渐长，这种满足感往往会下降。即使预定到了米其林3星餐厅的顶级美食，可能却因体力不支或食欲减退而无法尽情享受。作者曾经是一名美食爱好者，对美食和美酒充满热情。然而到了60岁后，他逐渐发现自己的胃口缩小了，对酒精的耐受度也下降了。在某一刻，作者开始不禁思考，这种享受还能持续多久？这种不安感油然而生。高档葡萄酒或奢侈美食，总会让人想要留到以后，害怕现在享用是种浪费。这种心情是人之常情，可以理解。然而作者逐渐意识到，比起忍耐，活在当下，享受此刻才是真正重要的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作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到，那些为将来保存的乐趣，其实正是现在应该享受的。年纪增长后，我们常听到忍一忍，未来会更好，或现在省钱，将来再享受之类的话。然而事实是，这些理念逐渐失去了成立的依据。接下来我想分享第3个寻找真实自我、真实人生以及真正乐趣的方法。意识到剩余时间的有限性。请问正在阅读这段文字的您，今年几岁？您是否曾认真思考过自己剩下的时间？作为生命体，我们终究会迎来生命的终结。意识到终点的存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认真思考人生剩余时间，意识到终点的存在，会让当下的瞬间变得无比耀眼。如何利用有限的短暂时间，
这一选择将深刻影响人生的质量。就像一个休息日，如果您觉得今天有整整一天可以挥霍，您可能会不知不觉中浪费掉大把时间。但如果告诉自己今天只有2个小时是完全自由的，您一定会想尽办法在这2个小时内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。这种意识正是关键所在。时间看似无限，但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幻觉，一切都有尽头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我们认识到时间的有限性时，就能够更加专注于当下，珍惜眼前的每一个瞬间。因此，不是以后做，而是现在马上去做，在年长时尤为重要。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限的，只有真正直面并接受这一事实，才能看清日常生活中隐藏的光辉与价值。正因为有终点的存在，我们才会生出全力以赴活在当下的觉悟。可以说，终点的存在正是驱动我们改变生活的动力源泉，不是以后或某天，而是现在此刻行动。这才是改变人生的关键所在。我们只能活在当下这一刻，心中珍藏的梦想，想要尝试的挑战，未曾踏足的地方，所有这些都只属于当下这一刻的机会。作者主张趁健康时将金钱的价值最大化利用。接下来想第4个，寻找真实自我、真实人生以及真正乐趣的方法，停止与让您疲惫的人交往，寻找真正的朋友或伴侣。退休，孩子长大离家，标志着人生新阶段的开始。此时更要努力活出真正的自己。对于过去为了晋升或人情而不得不维持的关系，如果已无必要，可以果断放下，只与让自己感到愉快的人交往。这是人生后半段的一大魅力所在。然而，作者特别提到，最需要重新审视的关系是婚姻关系。当您决定按自己的心意生活时，最可能阻碍您的往往是配偶，无论是担心社会观感，还是对养老储蓄的坚持。婚姻关系千差万别，既有和谐美满的，也有压抑忍让的。问题在于，如果关系已经不和谐，您是否还能忍受这样的状态度过余生？现役工作时，忙于工作或抚养孩子，夫妻可能无需天天相对，但一旦退休，孩子离家，只剩夫妻2人，彼此之间的矛盾和不和就会更加显现。即便是外出用餐，也可能找不到共同话题；即使去旅行，也有人感到有些尴尬或无聊。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，尤其在人生的后半段，当您开始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或找回真正的自我时，往往会发现和眼前的伴侣继续走下去已经不现实了。因此，作者提到，如果继续勉强和不合拍的人一起生活30年，不如经历一次麻烦的离婚过程更值得。此外，人们对离婚犹豫不决的原因还包括对生活和未来的担忧，比如分割养老金后能否生活，或者男性可能担心无法处理家务。不过，在如今这个人手短缺的时代，即使60多岁，仍然可以找到工作赚取收入。当然，对孤独的担忧可能是最大的阻碍之一。然而，一旦独自生活后，很多人实际上会慢慢习惯下来，特别是女性，似乎更容易适应一个人的生活。作者并非积极提倡熟年离婚，而是将其视为值得考虑的一种选择。他提到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很多60、70岁的人正在使用交友软件，这些人下定决心寻找新的伴侣，重新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在追求真实自我的过程中，拥有一个能让您做回自己的伴侣非常重要。如果现任伴侣符合这一点，那是一件幸运的事，应珍惜这段关系，共同享受旅行或生活乐趣。如果现任伴侣无法满足彼此的需求，结束婚姻，寻找新的伴侣也是一种选择。毕竟，如果双方关系中充满压力，分开可能对双方更好。除了伴侣关系，友谊也将成为未来生活的重要因素。您是否有那么一个人，与您特别合得来，在一起非常开心，总有聊不完的话题？
作者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至少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亲密家人或朋友。如果能向家人倾诉一切，那自然很好。如果没有持续交往的亲密朋友，就需要重新建立这样的关系。有人可能会觉得亲密朋友并不容易找到，但问题在于您是否愿意采取行动。如果您主动行动，一定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。例如，退休后空闲时间增多，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。通过参与兴趣小组或课程，您能结识很多志趣相投的人。共同的兴趣容易让人自然亲近，甚至形成长久的友谊。无论是运动、园艺、手工艺、摄影、音乐、烹饪等，只要参加定期聚会的活动，都有可能结交新朋友。不妨尝试参与那些令您感兴趣的活动吧。积极参加当地的活动和聚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如果您想交到亲密朋友，最好是选择住得比较近的人。您所在的社区举办的活动和交流会是结交新朋友的绝佳机会。希望您能积极参与地方政府或社区举办的活动、当地的节庆、讲座等。当然，也有很多人可能从未参加过这些活动。其实去参加时可能会发现意外的乐趣。您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挑战或者实验，至少试一次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总之，只要您愿意主动行动，建立深厚的友谊或亲密的友谊是完全可能的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